诚意7段爱情金句背后，藏着内娱男星最稀缺的东西，所有人都在夸他。三观正恋爱天花板，嫁人就嫁诚意这种，你随便打开任何一个关于诚意恋爱观的帖子，底下清一色全是这种评论。但我今天要说一个可能不太一样的观点，我不是要反驳他，恰恰相反，我觉得所有人都在夸，但没人夸到点子上。大家都在说诚意好、专一好、温柔好、正，但没有人聊过一个更深的问题。在内娱这个生态里，一个顶流男星公开说出我只想跟一个人白头到老，这件事本身比这句话本身厉害10000倍。今天咱们就来一层一层的扒，从表面往里挖。好，先说第一层，你看到的东西，最近又有一波诚意的恋爱观合集在网上传。其实这些采访不算新了，从琉璃时期到沉香如屑，再到后来莲花楼各种宣传，诚意前前后后在不同场合聊过不少关于感情的话题。我把比较有代表性的几段给各位捋一下。第一个，他说自己特别不浪漫，不会写长篇大论，没通告的时候就是休息，陪家人吃饭，看剧本，喝茶。你想想看，一个90后顶流男星最大的休闲爱好是喝茶。说实话，读到这里我笑了一下，但也觉得挺真实的。第二个，他学生时代省早餐钱给女朋友送早餐，坚持了1年。这个细节挺打动人的，不是那种有钱之后一掷千金的浪漫，而是没钱的时候省自己的给你，而且不是3天热度，是1年。第三个，也是传得最广的那句，主持人问他，你是想体验很多段感情，还是跟一个人白头到老？他直接说，谁会要体验那么多感情生活啊？然后补了一句，我爸妈只谈过1次恋爱，我受他们影响，每一段爱情肯定是希望能够白头到老。第四个，他说自己是日久生情型，不相信一见钟情，理想型是孝顺善良的女孩子，最好是湖南老乡。还说自己在爱情里太不主动，太收敛，觉得自己最能吸引女生的特质是真诚坦率。第五个，他说爱情就是陪伴，不需要多富裕，你还记得我们爱的开始就够了。这些话单独拎出来，每一句都挺好的，但你要是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其实传递的是一个非常完整、非常一致的信号。这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是极度认真、极度谨慎，不轻易开始。好，到这里为止是你们在任何营销号都能看到的内容。接下来进入第二层，媒体没有告诉你的东西，各位想过没有？内娱有多少男星敢在公开场合详细聊自己的恋爱观？我给你们算算，其实很少，特别少。为什么？因为内娱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我估计很多老粉都知道，流量男星不谈恋爱。不是说私底下不能谈，是公开层面尽量不聊、不提、不暗示。原因很简单，粉丝经济说白了，很多流量男星的商业价值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粉丝的情感投射上。你越是保持单身、神秘可得到感的形象，粉丝的粘性越强，代言方越愿意买单。你想想看，2017年鹿晗公布跟关晓彤的恋情，微博直接瘫了，粉丝圈地震级别的反应。那之后，整个行业都学到一课，恋爱是顶流的商业禁区。所以你看，现在内娱的男星们怎么处理恋爱观这个话题的？基本上就2种策略。第一种，回避。主持人问到就打哈哈，哈哈哈，缘分到了自然就会有，一句话带过，绝不深入，这是最安全的做法。第二种，给一个模糊的、讨好所有人的答案。我觉得对的人出现就会知道，这种话等于什么都没说，但也不会得罪任何人诚意呢。他选了第三种，最少人选的那种。他不但聊了，而且聊得极其具体。日久生情省早餐钱送1年，以结婚为目的受父母影响，理想型是孝顺善良的湖南女孩。每一条都是实打实的，有画面感的，可以被讨论的具体信息。啊，对了，我忘了说一个细节，他甚至说了，如果谈恋爱想公开也可以，不想公开我也会尽全力保护他。这句话各位品一下，一个顶流在公开采访里主动提到公开恋情这个选项，这在内娱几乎是禁忌词。
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愣了好几秒，因为这真的不像是公关团队会允许他说的话，这就引出了第三层。真正值得聊的问题，程毅的恋爱观到底是人设还是真的？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不是100%能给你答案，但根据我看到的所有信息，我倾向于是真的。理由有3个：第一，一致性。程毅从出道早期到现在，关于感情的表达核心没变过，专一认真，以结婚为目的，不主动，日久生情。这套逻辑从琉璃之前到莲花楼之后，从他还不太红的时候到他成为一线，从来没有随着人气上升而调整过措辞。如果是人设，通常会有一个进化的痕迹，根据市场反馈来微调话术。程毅没有。第二，不讨好。你注意看，他说的很多话其实并不完全讨粉丝喜欢。比如他说我特别不浪漫，这在营销层面几乎是减分项。比如他提到学生时期的女朋友，这等于变相告诉所有人他谈过恋爱。比如他说理想型是湖南女孩，这直接排除了大部分粉丝的幻想空间。如果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人设，不可能留这么多破绽。这些破绽恰恰证明他是真话。稍微跑个题，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你们有没有发现，内娱那些翻车的人设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太完美了。每句话都恰到好处，每个细节都指向同一个营销目标，完全没有不合时宜的部分。真实的人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人说话会有矛盾，有不够讨喜的角落。程毅说的那些话就有这种真实的毛糙感。好吧，我知道我扯远了，拉回正题哈。第3个理由，家庭背景的印证。程毅是湖南怀化辰溪人，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父母常年在外打工，1年回来一次。他爷爷奶奶给了他一个非常传统但温暖的家庭环境。他说父母只谈过1次恋爱，这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是很常见的。不是说别的地方不好，而是那种成长环境确实会塑造一个人对感情的基底认知。而且他当初考中戏，是一个人买火车票从湖南到北京，没任何功底，就靠一首诗歌朗诵和一首美声歌考进去了。这种一根筋的劲儿跟他对待感情的态度其实是一回事。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他在出道早期还被导演说过不适合演戏，这辈子别当演员。换很多人可能真就放弃了，但他没有。这种性格的人在感情里大概也是一样的，认定了就不会轻易放手。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因为程毅的事业轨迹和他的恋爱观本质上可能是同一种人格特质的两面。他在事业上是那种慢热，但一旦认定就极其坚持的类型。你看他从2011年出道演《唐宫美人天下》，到2020年琉璃才真正意义上出圈，中间将近10年不温不火。但他没有急躁，没有走捷径，没有靠绯闻炒作。这跟他说的等待的爱情来的会更有意思，本质上是同一种价值观。他不是在卖人设，他就是这么个人好。接下来是第4层，也是我觉得最值得聊的部分。第4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之前说了，程毅选择了第3种路，在公开场合详细、具体、不回避的谈恋爱观。这条路在内娱是少有人走的。那问题来了，这条路的代价是什么？回报是什么？先说代价，其实代价已经有所体现了。程毅的粉丝群体跟很多典型流量的粉丝结构不太一样。怎么说呢？他的粉丝里有一部分是非常理性的，被他3观和作品吸引的观众，但同时他也确实没有那种极致的男友人设粉丝粘性。说白了就是他不卖男友幻觉，所以那部分纯靠幻觉撑着的购买力，他天然就没有这部分。我还没找到足够可靠的数据来量化，所以只是个人推测，你们自己判断。但从他的代言结构来看，他的商务合作其实更偏向品质型品牌，而不是纯粉丝向快消品。这可能跟他的受众构成有关。再说回报，回报在哪呢？在长线。各位看看最近几年内于男星的保质期，很多流量小生出圈3到5年，热度就开始走下坡。为什么？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初那套男友人设加粉丝情感投射的模式是有保质期的。粉丝会长大，会换人，会觉得我不追了。当这个基础流失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作品和人格魅力来接住，那就很难维持了诚意呢。他走的恰恰是反过来的路，他不靠男友幻觉起家，他靠作品。从琉璃到莲花楼，都是剧本身的质量和他的角色塑造带来的口碑。特别是莲花楼，我查了一下数据，这部剧到现在抖音话题播放量超过300亿，爱奇艺评分 9.4， 播出快3年了，周边还在卖。3年啊，内娱有几部剧能做到3年之后还有长尾热度的？而且他公开的恋爱观反而给他加了一层非常独特的信任感。你看网上关于诚意的讨论，很多不是追星式的老公好帅，而是一种，怎么说呢，像是在认真讨论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三观正难得天花板嫁人就嫁这种评价的底层逻辑不是粉丝滤镜，而是一种朴素的认同，这种认同比粉丝粘性更持久。粉丝会换，路人不太会。当一个艺人在路人盘里建立了这人靠谱的认知，那他的商业价值曲线就不是流量那种快起快落的抛物线，而是一条缓慢但持续上升的线。当然了，他目前也确实面临一些挑战。去年的几部剧成绩不是每部都达到最佳状态，富山海市场反馈不够理想，天地剑心也没有达到预期。但你看他怎么应对的，今年跟经纪公司约满之后选择自立门户，接下来要拍现代科幻剧《地心计划》，找的是拍《猎罪图鉴》的导演刘书巧，明显是在主动突破古装舒适圈。还有跟林更新合作的《两京15日》在等播出。不对，等一下，我重新说的准确一点。不是说他轻松过关，他确实在经历一个调整期，脱离老东家，自立门户，这在内娱本身就是一步高风险操作。但这种选择跟他在感情里表达的我认定了就坚持，你有没有觉得逻辑是通的？有意思的是，他在感情里说的那些话，等待的爱情来得更有意思。时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爱，日久生情。你把爱情换成事业，几乎句句适用等待的事业来得会更有意思。10年默默无闻，然后流离爆发。时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价值，莲花楼播出3年还在创纪录。日久生情，他跟观众的关系不是一见钟情式的顶流狂热，而是越了解越认可。我可能说的有点煽情了，但认真讲，这种一致性在生活里，在感情里，在事业里，核心价值观是一套的，这才是诚意真正让人觉得可信的地方。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他这个人表里如一好。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说所有人都在夸诚意，但没人夸到点子上。现在我给各位我的答案，诚意的恋爱观之所以值得聊，不是因为白头到老、专一、真诚这些词本身，这些词任何一个人都能说。值得聊的是，在内娱这个巨大的名利场里，在流量至上、人设为王、恋爱等于商业自杀的行业潜规则之下，有一个人选择了不伪装。他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完美的纸片人男友来最大化商业利益，他选择做一个真实的、有棱角的，甚至在营销层面不那么最优解的自己。这需要底气，也需要清醒，所以我才说他可能是内娱最被低估的清醒人之一。不是他的恋爱观好正这么简单，而是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不为了流量改变自己。在这个行业里，这件事比演技、比颜值、比资源都稀缺。至于他什么时候真的找到那个孝顺善良的湖南女孩，说实话，我觉得不急。他自己都说了，等待的爱情来得会更有意思。他等了10年才等到琉璃，等了3年才等到莲花楼。这个人，他擅长等，而且我相信，等到那一天，他真的会认认真真、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因为他早就说过了，想公开也可以。好了，各位，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分析角度还算有意思，点个赞让我知道。关于诚意的恋爱观，你最被哪句话打动？
或者你觉得内娱男星到底应不应该公开聊感情这件事？评论区见，我们下期再聊。